你以為地球懸浮在太空，是因為有什麼無形的力量在下方拖着它嗎？錯了，太空之中根本沒有上下左右之分，更不存在一個可以掉下去的地方。掉下去這3個字本身就是地球重力悄悄灌輸給你幾十年的一種錯覺。在這個浩瀚的宇宙裡，沒有地板，沒有天花板，你往任何一個方向走1億光年都不會撞到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沒有所謂的下面，地球為什麼不會胡亂飛走？又為什麼如此老實的年復一年繞着太陽旋轉？答案其實比你想的更令人震撼，因為太陽早就在地球的腳下挖了一個看不見的坑。地球並不是憑空懸浮，而是陷在这個坑裡，以一種近乎瘋狂的速度持續打轉，整整轉了46億年，卻至今沒有轉出去。這個坑科學上稱之為時空彎曲，是愛因斯坦在100餘年前揭示的宇宙真相，而它的深度直接決定了地球的軌道與命運。你或許會追問，時空怎麼會被挖出坑？空間難道不是空的嗎？這正是愛因斯坦比牛頓走得更遠，想得更深的地方。300多年前，牛頓被一顆下落的蘋果啟發，發現了萬有引力。他當時思考的問題是，蘋果為什麼總是往地面掉，而不是往天上飛？他的答案是，地球具有引力，能将物體拉向自身。然而，牛頓並没有告訴我們引力到底是什麼。它為何能跨越空气，穿透真空，甚至隔着数億公里的距離把物體拉過去？這個謎題纏繞了科學界200多年，直到1915年，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提出一個顛覆性的觀點。在廣義相對論的描述中，引力不再被視為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力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那個讓蘋果落地，讓地球繞太陽運行的所謂力，其實並非真正的力，它只是時空被質量扭曲後所產生的幾何假象。如何理解這個抽象的概念？想象一下，將一個沉重的鐵球放置在一張繃緊的彈性床單上，床單會怎樣？它會凹陷下去，对吧？凹陷的深淺取決於鐵球的重量。這時，你再往床單上輕輕放一顆玻璃珠，玻璃珠並不會停在原處，而會順着凹陷的曲面，自然朝着鐵球的方向滾動。如果這顆玻璃珠還帶有一定的橫向速度，它就不會筆直滾入中心，而是會照着鐵球開始轉圈。這正是地球與太陽之間的真實關係。太陽質量相當於地球的33萬倍，它以其巨大的質量將周圍的時空壓出了一個深凹的結構。地球就像那顆玻璃珠，沿着這個彎曲的時空曲面滑動，我們把這種滑動稱為公轉。所以地球並不是被某種神秘的力拉着轉，而是在一個被彎曲的時空裡走着它自以為的直線，只是在彎曲的幾何中，直線走久了就成了圓圈。這聽起來很反直覺，對吧？但1919年，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在日全食觀測中證實了這一點。他發現，從遙遠恆星射向地球的光線，在經過太陽附近時發生了偏折。光本應沿直線傳播，如果時空是平直的，光絕不會拐彎，但它確實拐了。這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太陽附近的時空是彎曲的。愛因斯坦是對的，時空真的會被質量彎曲，而我們日常所說的引力不過是這種彎曲帶來的運動表象。那麼新的問題來了，既然地球始終朝着太陽的方向滑去，為什麼它沒有最終墜入太陽，化為灰燼？答案是地球擁有極高的橫向速度。回想床單上的玻璃珠，如果它没有橫向速度，就會筆直滾入鐵球所在的凹陷中心，但只要給它足夠的橫向初速度，它就能持續繞轉，永不落入中心。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速度高達每秒 29.8 公里。這是什麼概念？一顆普通子彈的出口速度約每秒1公里，地球的公轉速度是子彈的30倍。以這個速度，地球只需7分鐘左右就能繞自身周長一圈。正是這個驚人的橫向速度，讓地球在太陽的時空凹陷中保持滑而不落的平衡狀態。
如果地球突然停下來，會發生什麼？結果相當可怕，在數周到數月的時間尺度內，地球將徑直墜入太陽，而在那之前，地表的一切生命與物質都會先被太陽的高溫徹底蒸發。不過不必擔心，這種事情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，因為太空接近完美真空，沒有空氣阻力，沒有摩擦力，更沒有能讓地球驟然剎車的障礙物。地球在46億年前形成時獲得的公轉動能在宇宙尺度上極其穩定，至今沒有發生顯著衰減，它會一直這樣轉下去，直到太陽走向生命的終點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好奇，地球最初的速度從何而來？這就要追溯到太陽系的誕生了。46億年前，在銀河系的一隅漂浮着一片巨大的氣體與塵埃雲，稱為原始星雲。這片星雲在自身引力作用下逐漸收縮，同時開始旋轉。為什麼會旋轉？因為宇宙中的物質天生帶有角動量，這是一個基本的物理定律，即角動量守恆。簡單說，一旦開始轉，就會越轉越快，就像花樣滑冰運動員收回手臂時轉速會急劇上升一樣。原始星雲也一樣，收縮過程中旋轉持續加速，最終中心部分在高溫高壓下點燃核聚變，形成太陽，周圍殘留的物質盤逐漸聚集成行星，其中就包括地球。地球從誕生之初就繼承了那片星雲的角動量，它並不是被誰推了一把，而是從形成那一刻起，就帶着這份旋轉的記憶，開始了永恆的公轉。但光有速度並不足夠，地球能穩定運行46億年，還得益於它與太陽之間達成了一種精妙的動力學平衡。如果地球速度太快，它就会掙脱太陽的引力束缚，飛向星際空間，成為一顆漫無目的的流浪星球，最終在黑暗與極寒中凍結。如果速度太慢，它則會被太陽的時空凹陷吞噬，螺旋墜入並湮滅於太陽的火海之中。唯有速度剛剛好，地球才能既不逃離也不墜落，安然維持着近似圓形的軌道。這個剛剛好的速度從何而來？答案帶着一絲宇宙的殘酷，它是篩選出來的。太陽系早期充滿無數碎片與小行星，速度太快的早已飛離，速度太慢的早已墜入太陽，只有速度恰好的那些才能留存至今。地球正是這場持續數十億年宇宙篩選的幸存者。牛頓在300多年前就曾通過一個思想實驗描繪過類似的圖景。假設在一座極高的山頂架設一門大炮，沿水平方向發射炮彈。如果炮彈速度太慢，它會沿拋物線落回地面；速度稍快，拋物線就更遠一些。一旦速度達到每秒約 7.9 公里，炮彈下落的軌跡弧度將與地球表面的曲率完全一致。此時炮彈其實一直在向下墜落，但地面也同時在向下彎曲，於是炮彈永遠落不到地面，從而成为繞地球旋轉的衛星。這被稱為第一宇宙速度，它揭示了軌道運動的基本原理，而地球繞太陽的公轉正是這一原理在更大尺度上的體現。地球以每秒約30公里的速度在太陽引力作用下不斷下落，但同時也在橫向高速運動，導致它永遠墜不到太陽表面。某種意義上，地球一直在墜落，只是墜落的路徑被彎成了一個閉合的橢圓。這個橢圓軌道極其穩定，科學家計算出地球軌道的偏心率僅為 0.017， 近乎一個完美的正圓。但穩定不代表永恆。實際上，地球正以每年約 1.5 厘米的速度緩慢遠離太陽，主要原因包括太陽因核聚變產生的質量損失，以及地球與太陽之間的潮汐相互作用。不過不必焦慮，照此速度，即使經過1億年，地球也只會遠離太陽約1500公里，對地表溫度的影響微乎其微。真正需要關注的是太陽自身的演化。約50億年後，太陽將進入紅巨星階段，體積膨脹至如今的200倍以上，吞噬水星與金星。屆時地球即便未被吞沒，也會被烤成焦土，生命無法存續。當然，那是極其遙遠的未來。
眼下我們或許更該思考另一個問題：為什麼站在地球上，我們絲毫感覺不到自己正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飛馳，同時又以每秒465米的速度在赤道自轉？原因有二：一是我們與地球一同運動，且這個運動幾乎完全匀速；二是我們缺乏一個相對靜止的參照系。就像坐在平穩高速行駛的高鐵車廂內，只要列車不加速或減速，你在車內行走、喝水，幾乎不會察覺自己在移動。地球同樣如此，它的公轉與自轉都非常平穩，加速度極小，加上周圍的大氣、海洋、山川乃至我們自己都隨着地球一起運動，因此我們渾然不覺。總結來說，地球之所以能看似懸浮在太空，持續繞日運行，並非由於某種神秘外力托舉，而是基於3個物理事實。第一，宇宙本無上下之分，墜落只是身處重力场中的局部錯覺。第二，太陽的质量彎曲了周圍時空，地球實則在彎曲幾何中沿最短路徑運動。第三，地球擁有精確的橫向速度，使其在落向太陽的過程中不断錯過太陽，從而形成穩定軌道。這個系統已平穩運轉46億年，並將繼續運轉下去，直至太陽燃盡最後的能量。我們人類就生活在這顆永不停止的星球上，每一秒都以30公里的速度穿越太空，每一年都回到宇宙中幾乎相同的位置。這並非神蹟，而是物理規律冷靜而精確的安排。但或許正是這些看似冰冷的定律，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溫暖、穩定、充滿生機的家園，讓我們得以仰望星空，追問宇宙的奧秘。這本身已是一種動人的奇蹟。好了，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，我們下個夜晚星空再見。